书接上回艰难的2023年过去了，无论好坏，大家都挺过来了。Norman 对2024年有什么看法呢？经济环境和房地产市场的行情会有反转的剧情吗？最重要的问题，2024年会变得更好吗？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大家好，我是 Norman。好多朋友都在催更希望我聊聊2024年对多伦多楼市的看法。久等了，今天他来了。原创内容制作不易，看在我2023年预测基本都对了的份上，麻烦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那么2024年的第一条预测，利率会下降。预测利率的变化被打脸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不过想了解和判断市场的变动来服务自己的投资决策，对利率有一个判断还是很重要的。利率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加拿大整体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环境、大家购买房地产的可负担性，以及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目前多伦多房地产市场是被利率因素 dominate， 高利率是买卖市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我猜测利率2024年全年下降幅度会在 1% 左右，也就是央行的 overnight 隔夜利率从 5% 下降到 4% 左右，银行 prime rate 基准利率从 7.2 下降到 6.2% 左右。我猜真正到了贷款的利率，在今年买房的人会重新见到5点几的利率，部分固定利率甚至可以来到4点几。为什么我对利率下降这么看好呢？因为加拿大的利率是看美国的，美国的利率是看债券市场的。虽然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 5.33%， 但是国债利率呢已经开始大幅跳水了，回到了2023年初的水平。联邦基准利率是一帮老头拍脑袋决定的，但是国债的利率呢是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由市场的波动和价格来决定。现在的市场环境普遍预测联邦基准利率要跌了，所以市场提前开始调整了国债利率的水平，体现在了国债的交易价格上。加拿大国债利率也跌了 1%， 我相信最终加拿大的银行基准利率下跌只是时间问题，2024年肯定会发生。另一个角度，在银行我们能买到的 GIC 存款利率最近也回落到了 4%到5% 之间这个范围。2023年顶峰的 6.25% 的 GIC 利率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利率降低固然能让许多人的财务压力下降，但是已经存在的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的月供数额，除了 Scotiabank 的浮动利率以外都不受影响。所以利率下降对现存贷款的可负担性影响并不大。它真正能影响到的人群还是利率下降之后再买房子的人，这批人的月供压力会比2023年大部分时间买房的人要小一些。抛开实际月供的问题利率下降最重要的并不是实际上让我们少付了多少钱，而是重新稳定了买家的信心。第二条预测， GTA 房产交易量会上升。如果利息下降可以让大家的信心增强，那么我相信会有一大批持币观望的自住房和投资房买家在2024年赎回自己到期的 GIC 和未到期的 Cashable GIC， 进入房地产市场。2023年 GTA 区域累计房屋交易量只有65982套，大约是2021年的 50% 多一些，跟2022年的75047套比也逊色了许多。我相信随着持币观望的资金重新进入房地产市场，2024年的房屋交易量大概可以来到2021年和2022年之间的水平。许多22年到23年挂了许久也卖不掉的物业，相信熬到2024年有更大的几率可以脱手。第三条预测， GTA 房屋均价会上升，和上一条预测一个逻辑。如果利率下降，我是看好2024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我之前在多个视频中讲到，目前房地产市场除了利率高这个因素以外，我基本上找不到任何看空的因素。如果利率开始反转了，那么房地产市场最后一个看空的因素也即将消失，利率降得多，可能还会反手变成看多房价的因素之一。那么房屋均价会上涨多少呢？我猜会在 5% 左右，具体涨多少还是得看利率能降多少。利率下降，房价就会跟着涨；利率降得多，房价就会涨得多。所以2024年多伦多房地产的涨价程度还是要看利率变动的程度。我猜测在2024年末2025年初某个月的房屋价格会有微小的概率超过2022年均价119万。第四条预测， House 整体表现会好过 Condo。 过去2年我跟大家强烈推荐了 Condo 这个物业类型，的确 Condo 的价格在过去2年中表现是明显跑赢了 House 的。
我也跟大家说过，房价上涨不存在只有 house 涨或者只有 condo 涨的逻辑。长期来看，30年河东，30年河西 ，condo 和 house 的增值百分比是非常接近的，只是 house 的波动性更大。过去2年中，由于利息高涨，买 house 变成了很多人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很多时候买个 house 投资，负现金流1个月会有-5000到-8000。如果是自住呢，经常需要动辄承担每个月上万的成本，这对绝大多数加拿大工薪中产阶层来说都是非常扯的一件事，因为可负担性实在是太差了。house 的价格在2022年到2023年已经严重跳水过一波了，基本上从虚高跌到了靠近成本价附近。2024年 house 极大概率表现会跑赢 condo， 当然 condo 也会有不错的表现，不过 house 会有一部分额外的补涨，使得总的增值百分比跑赢 condo。即使是 house 的价格会涨，买 house 依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自住房贷款利息并不能抵税还是推荐大家尽量多付一点首付。第5条预测，房子越来越难买得起，可负担性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个问题呢是由3部分原因共同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利率下跌，房价呢会开始上涨，两项相抵消，大家的可负担性其实并不一定会变好。第二点呢，新房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虽然 GTA 2023年新房完工数量并不算太少，但是2022年和2023年2年卖掉的楼花和房花数量实在是太少，这会导致未来几年房屋开工数量急剧下降。这个问题今天可能还感觉不到，但是未来1到2年利率下跌的过程中，新房完工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会慢慢暴露出来，并且正向影响房屋价格，让我们更加不太容易买得起房。我觉得不允许外国人买楼花是加拿大土豆政府做出的住房领域最严重的错误决定。在我看来，能买一套楼花给加拿大增加1套房供给的移民申请人，其实是成为住房上独善其身 self-sustainable 的人。在一定范围内，这批申请人移民甚至应该给加个5分。如果还能额外再多买一套，也就是除了自己购住，还能给加拿大额外创造一个住房供给，应该给加10分啊。第3点，随着加拿大和安省政府推行类似1970年代专门出租屋 HST 减免税务的计划，开发商会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建设专门出租屋上来。我自己去年呢也买了一块地皮，准备建一番4。开发商如果把20%到30%的产能拿去建专门出租屋了，确实会极大的增加租房的可负担性。但是这些房子是不进入市场流通买卖的，大家想要买房确实也是更加不容易了。我调查过我的客户群体，绝大部分人并不喜欢长期租房，大家还是希望能买房就通过买房来实现自己的住房需求。这跟加拿大政府未来在倡导和努力的方向其实是不一致的。加拿大政府曾经可以让大家都买得起房，也就是早一点开始多建房，而不是缺了非常多之后才开始建房。但是现在这个目标做不到了，于是加拿大政府开始转而求其次，让绝大部分人起码能租得起房子。这其实可以说是加拿大政府在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做选择。偏左的自由党显然是选择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加拿大中产阶级的 Canadian Dream 在房子上的要求可能会更加难以实现。第6条预测，租金上涨将放缓。多伦多的租赁市场经历了过去连续2年的2位数百分比租金上涨，突破了疫情前的高点，也把租金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多伦多的1室平均租金来到了2600的程度。要知道我2009年来加拿大的时候住的是350一个月的单间，多伦多 downtown 现在已经几乎找不到任何2000以内在放租的房子了。另外，由于专门出租屋建设的预期增加，以及大概率2024年一部分人会从租房转向买房，我猜测2024年和未来几年的租赁市场的压力都不会像前2年那么大了。租金的涨幅呢也会回落到长期平均水平10%以内。要说明我只是说租金上涨的速度会放缓，不是租金会下降，涨得少了而已。想长期租房不涨价，还是得盯着旧房租，有租金管制。新房每年随着市场行情，房租上涨5%到10%还是跑不掉的。说了这么多对2024年房地产市场的预测，接下来呢说一下推荐大家做点什么。第1条推荐，2024年利率如果下降，贷款我们应该用浮动还是用固定呢？其实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的正确答案。贷款做下来之后，如果利率涨了呢，肯定是固定利率沾光；利率跌了呢，肯定是浮动利率沾光。这个问题没有人能一直都猜对。我对自己房子办贷款和续贷款的整体做法是，以浮动利率为主，以固定利率为辅。对于2024年，我的建议依然是浮动利率为主，固定利率为辅。除非固定利率特别好，
不然买房还是推荐使用浮动利率。随着利率下降，大家还能省点钱，多还一部分钱给本金。第二条推荐，如果 house 表现会好过 condo， 我会推荐大家做什么操作呢？自住房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我推荐大家优先买能够住5到10年及以上的房子，一步到位去买一个 house。需要卖掉 condo 来升级买 house 的朋友们呢，如果可以不用到卖 condo 的钱来交接 house， 那么可以考虑先买后卖。如果需要用到卖小房子的钱来买大房子，能卖掉是最重要的，不要对之前的小房子价格上贪多。对于纯投资的买家，如果你买的是前5套房，虽然 condo 的增值不一定跑得过 house， 依然推荐大家优先考虑买 condo， 因为现金流更好，更利于你贷款后面的房子。新房呢也没有租金管制，管理上讲也可以更省心。如果你买的是第8到第10套房子，并且前面的房子现金流不差，在打平附近或者以上，可以考虑在2024年买 house 投资。时间角度上讲，我觉得应该跑步入场，尽量在2024年更早的时间下手。目前市场还是相对冷淡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情况下买房是容易买到满意的房子的。大家不要等利率开始下跌，市场启动并且价格开始涨了再入场，这样会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尤其是自住房买家，在买方市场买房子可以挑挑拣拣，更容易买到心满意足的房子。如果你要换房，需要卖小买大，慢慢会发现 house 先启动 condo 晚启动，会发生今天 condo 想卖60万买100万的 house， 结果 condo 没卖掉，过了一段时间 house 涨价到110万， condo 只涨到了62万的情况，这个时候心态会非常的崩溃。如果你是这种情况，推荐大家能卖掉就尽量卖掉，不要太纠结于价格。对于房屋的卖家来说，如果你卖的是裸泳房，2024年将会是迎来解套机会的一年啊！我说的是2017年卖裸泳房的那批人，不是2022年卖裸泳房的那批人。2022年买到裸泳房的朋友还得再等等，可能26年左右会有机会下车。如果持有一个房子，长期它的价值在水下处于亏钱状态，相信过去几年你一定过得不太开心。2024年，如果你亏钱的房子重新涨回到回本线附近，那么推荐大家差不多回本就卖掉，给自己的心态一个交代，能出手就出手，不要继续折磨自己。卖掉之后，给自己一段时间反思和沉淀，然后再做房地产和其他投资决策，不要上头，以及反省一下啊，为什么之前没有遇到 Norman？ 未来做房地产投资买卖决策找 Norman 帮你远离裸泳房。如果你卖房会盈利，推荐不要做2024年第一批卖房子的人，有可能会卖低了，让子弹飞一会儿，稍微把2024年的房价体现在市场行情里再卖。我觉得2月份之后再开始上市会好过1月份上市。看看2024年市场里的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卖了多少钱。第3条推荐，首套房买家不推荐再等了，应该尽快下手。如果你的目标是房屋的所有权 ownership， 而不只是租赁权，那么在你可以负担得起买房的时候尽快买房，在2024年开始将会是接近唯一正确的解。定义什么是加拿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有2个指标的，收入上的指标和资产上的指标。收入上的指标很容易达成，有很多数据可以引用，我这边用到的数字是年收入53359块钱到235,675块钱之间。对于资产的要求则通常是有自住房和1辆车，所以从资产的角度，想从无产阶级跨入中产阶级是需要拥有自住房的。目前加拿大房屋自有率是 68.6%， 接近 70%，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房屋自有率的水平，也是比较健康的。我们的邻居美国是 65.9%， 跟加拿大非常接近。未来政治层面，加拿大是否会继续向左偏呢？也就是更加的高福利高税收，像欧洲一样，我觉得是有这个风险的。如果政府真的成功引导修建了很多专门出租屋，更多人会租房住，难保加拿大的住房自有率不会下降，最终发展成德国这样的模式，房屋自有率不到 50%。 所以对于自住房买家来说，承受价格和政策波动最终影响能不能上车的风险，这是个问题。我的建议给到了，具体怎么做呢？还是听屏幕前的朋友们的。总的来说，我相信2024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经济环境会变好，房地产市场行情也会好转，通货膨胀率不会再那么严重了。相信2024年绝大部分行业人们的收入也会有所提高，日子会比2023年好过，这当然也包括我在的房地产行业。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